作家沙特说过一件事情，就是人呢并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就是你所有行为的总和，也就是你做过些什么事，买过些什么东西，加起来就是你这个人了。我们会买个东西一定有原因，所以研究一个人到底买了些什么东西，慢慢的就会研究出他为什么这样做，然后就研究出这个人的总和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节目叫做花花万物。我情绪好像还蛮平稳的，为什么要这样？我真的觉得你那边会不会太平稳了？对，我想要让观众就是有一种吓一跳的感觉。所以刚听到有学问的话，有觉得感动吗？不会啊，你讲这些话我已经听了10几20年，好腻哦。人就是他行为的总和，哎。怎么样？你觉得自己讲出这句话很得意是不是？就是不会让你。你该不会就是讲出一句话的时候，然后还在心里讲说：天哪，我蔡康永真的太聪明了，竟然讲出这种话。我就觉得我有荣幸把那么聪明的人讲的话告诉你啊，那你不会有一刻反思吗？就想说行为的总和，我徐熙娣的行为的总和是什么？结婚了，生了孩子，教养了他们，然后也成为巨星，这些就是你行为的总和，对不对？还有别的吧？有别的吗？酗酒我知道，还有什么？还有善良的部分呢？哦，对，人性化的一面呢？我真的很善良，对。干嘛？这句话说出来不会羞耻吗？就怎么看我真的很善良？就像你常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我从来不会说我很博学啊，你怎么好意思说你很善良？善良，我真的很善良啊。OK， 专业修复，贴心呵护。本节目是由功能性护肤品牌果品之光伏尔加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花花世界健康之选的沃尔沃全新 S60赞助播出。那听说呢，有一些人，他们明明让我们感觉是年轻人，可是他们却感觉到自己有一点点开始迈向上了年纪的感觉。我们先从当中挑了5位的样本放在我们的旁边，欢迎5位，你们好。欢迎。你20几？我21了。那么小？21呀！我也觉得我开始老了，因为我去拍戏的时候，剧组的化妆姐姐开始说往我的法令纹和这个泪沟上就是打那个亮晶晶的东西，说让你看起来稍微像。讲到法令纹，你要不要看一下赵振宇？啊？什么？这是天生的电影脸啊，虽然没有机会演电影。哎呦天！张仁杰，对，我是。你几岁？我25。好，所以呢，其实5位同学都才20几岁，实在没有道理会觉得自己初老。可是呢，有的人就把初老这件事情归纳出一些会感觉到自己初老的征兆，比方说开始有儿童心或少女心。他们说真的，女生如果忽然开始爱粉色系，是大概30左右会出现的现象。17、18岁的时候会觉得超不酷的，对，要穿黑色。对，我就喜欢酷朋克，听一些很重金属的音乐。初老也包括喜欢回忆过去哦。所以喜欢粉色的女生就是开始想要抓住那个青春的尾巴。然后呢，烦恼脸上出现的小细纹，而不再是烦恼青春痘。大所好多跟我出生起就有抬头纹，娘胎里带的抬头纹。所以你出生的时候，你妈妈有觉得是祖先回来了吗？5位同学，虽然你们出道以来目前并没有很顺利，可是我们要做一件更过分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请一些年龄跟你们差不多，可是出道以后非常顺利的来宾。哇哦！好，我们要欢迎他们3位出场哦。欢迎。欢迎金瀚，欢迎叶晨，欢迎新鹏，欢迎。你好，勇哥你好，欢迎。金瀚你好，欢迎。大家好，你好，叶晨你好，欢迎。胜利者的蔑视。他们3位是真正的演员哦。越来越火。他们来探望还没有就业的演艺圈人士，有点探望病人的感觉。你们也都是20几岁吧？我26，我也26，叶晨26，我27，赢了，27有什么好害羞的？27还是很年轻啊。哦，好。对，我觉得叶神是娃娃脸。我的脸会显小一点。好，我们坐下来聊，欢迎。来。金瀚、郑业成
金鹏来自目前正在优酷热播的一部高能反转历史剧《鹤唳华亭》。后能久居于爹爹的膝下了。身边连个安慰的人都没有。冯恩，冯恩，怎么听怎么像白吃国家饭的愚臣。我不管，我就要改成程如。离我远点儿！快！历史青苔，风雨伊人来。叶晨上过你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姐姐好饿》。是以什么身份？上的是小刚导演那期，跟冯小刚导演一起。对，那期。然后你在干嘛？我在打下手。啊，帮厨。对，帮厨。冯小刚，你就一直看着冯小刚吗？你没有在看帮你切菜的人？我有关心你一下吧？是的，是的，是的。对啊，我有照顾你吧？对对对。但是因为毕竟大导演，你还是不能冷落人家。对，所以你是不是今天看到他，还是觉得是第一次见面的感觉？对。就是人生若只如初见嘛，就特别美好。哇！他刚刚说什么？人生若只如初见，就是第一次那个动心的感觉。好，聊死了，聊死了。我知道怎么样反应。一般来讲的女生比较多是在瞄金瀚，没有了。结果你好像看上了叶晨是吗？我没有看上叶晨，我只是说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年轻。那金瀚呢？很老成，很老。你觉得他像林更新吗？林更新再温和一点。新哥会比我有型，比我帅一些，我觉得对。好，那我们要先看一下他们三位对于自己所谓的带来的温度到底到几度。花花万物的温度是什么呢？我们将从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观众中征集20人组成温度团，在花花观察室中观看每一场人与物品的对话。他们每人代表5度温度，随时可以决定是否对嘉宾进行加温或是取消加温。所有观众温度值相加就是此时嘉宾的实时温度啦。最低0度，最高100度。现场嘉宾只有奉上最真实、最走心的访谈，才能温暖观众。所以，快让观众们感受你们最真实的温度吧。所谓的温度呢，是说我们带给大家的影响力或者是欢笑，那用这个综合的不准确的定义方式来想象自己的温度大概到几度。我要请他们3位各自给自己一个温度啊。金鹏先来。那35度吧。所以你是觉得你是一个偏冷的人，是不是？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就是因为37度是人体的正常温度嘛。我觉得在这个温度中，如果去感受的话，能感受到它是你最舒服的温度。可是刚刚在录影之前，你们3个人当中，你给我感觉的温度是最高的。哦，真的吗？他刚刚就是进了我的化妆间，然后带了那个小礼物，然后还有2袋那个什么汤底，对，然后就是有这个心意嘛，把你放在心上。对。你这样讲，让别的来宾怎么下得了台呢？你就不要下台啊！应该我比别的来宾更尴尬了。哎，你这样说人家礼物好不好意思？哎，我是非常好意思啊。好，郑叶晨先生，你觉得自己给大家的温度感大概是几度？那我就以那个100度为基准吧，那我就60度吧。所以你认为你是一个及格的人？就是觉得可能什么都就是差不多，但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部分。好，金瀚，你要给自己打一个温度计的温度。满分100的话，及格分肯定是有的。也是60吗？60多吧。多一点。多一点。65好不好？65吧。好。平时生活中还是比较阳光的，爱交朋友，喜欢照顾别人的个性啊，什么都算比较温暖的。好，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们的3位来宾，他们分别给自己打了一个温度，然后比较奇特的温度当然是35度这种温度，就以人体为测量的单位。我们呢就要带着摄影机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看看，他们住的地方泄露出什么玄机。我们现在到第一个人的家里。2020年马上就要来了，第一批90后正式步入30岁。我们今天邀请到3位典型的90后嘉宾，通过近家搜查，来看看他们身上是否有些初老的症状，去研究这些初老症状背后的故事还有原因。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郑业成在重庆拍戏暂住的地方，据说他已经在这里住了2周左右。哇，好豪华啊！真的住很好哎。首先，
我们来到了这个桌子，放满了剧本、书籍、资料，应该就是大臣的书桌没错了吧？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加味逍遥丸，而且还有2盒，主治功能为肾郁血虚、脾肝不和等等。大臣同学啊，你都已经开始注重护肝养生了吗？这边是一个空空如也的沙发，旁边摆了一个孤零零的吉他包，打开可以看到，确实是没怎么使用的状态呢，应该是偶尔会弹一下吧？你会弹吗？就弹点啊。这边是一个电视柜台，哇，但是已经被各种娃娃、手办还有快递堆得满满当当了。洛基还有钢铁侠的手办精心的摆放其中，而且连盒子也保存完好的摆放着。看来这些手办陪伴你度过许多孤单的夜晚，连这3双鞋都是为你感到孤独、寂寞、冷。下面这个桌子有点意思啊，左边是一套茶具，加上没喝完的茶，再加上各式各样的茶叶，还有一本《山海经》，这不就是大爷儿们喝下午茶的配置吗？右边这些玩具可以张开嘴，哇，太魔性了吧！哎呦，这个白火火停不下来了。这个人比较分裂啊。这里应该就是大臣的卧室，整体一看还算是干净整齐啊。哎，可是这个被子是怎么一回事呢？床头柜的充电线这样缠绕在一起也太危险了吧？哎，这个是什么呢？该不会是夜晚放松的小玩具吧？哦，呀，还真是。再来看看大臣的衣帽间，放眼望去都是牛仔衣、衬衫等等比较百搭的衣服，而且基本都是黑色的。下面这一层的衣服叠的也太整齐了吧，都是大小一样的小方块。大臣，你不会有强迫症吧？哎，这边还有一个假发。哎呀，不对呀，它不是假发，好像是个帽子呢。可是这个要怎么戴呢？应该会很吓人吧？大臣同学，你到底是什么场合需要戴这样的帽子出去呢？这边的桌子精心摆放了眼镜、手表，还有项链，就连白色的塑胶袋子都叠得整齐放好的样子。可是我们再看看左边呢，这裤子、短裤还有秋裤都随便卷，而且明明都有衣柜还有衣架的，为什么不挂起来呢？天哪，我居然发现了大臣的第4双鞋子呢！可是鞋面上全是泥点点的污渍，而且他被孤零零的立在这些衣服的下面，感觉和刚才那3双鞋完全的隔离。大臣啊，这样的收纳方式我可是从来没见过呢。好，我们刚才看完了影片了，麻烦你柜子里面有东西哦。好，那让我们一起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走。哦，这是我的。我们看到那顶帽子了，然后看到一些填充玩偶，3个玩具可以拿过来看看吗？吃棒棒糖。还有它旁边的那个奇怪的东西。好，先研究这件事情，在影片当中出现的神秘物件，徐熙娣。这一看就知道是按摩的吧？按摩哪里？头。只能按摩头吗？脚底。脚底？这一般就是按头皮。对，头皮嘛。对，一天紧张的工作，你的大脑皮层非常的紧绷嘛，然后摁这个之后你就非常舒服。而且你们拍古装是不是要一直勒着那个头，所以会很痛，对不对？对对，血液会激流。我每次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都在想说，那些没有的人是怎么活过来？金瀚，你有这个吗？没有。就是啊，那他也演古装戏啊，他头怎么了？手动嘛。对啊。所以你会被这个打动吗？我可以送你一个。会种草哎。对，我可以送你一个。就 OK 了。对对。金瀚，你是说你原本没有，是你懒得买，还是你不知道？其实是懒得买。我觉得我没有，我收工每天都很累了，基本12个小时工作，回去躺着就睡了，洗个澡。你是不是宁愿把时间拿去健身？对，宁愿是健身，也不会去整这些很细节的东西。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他工作太忙，正好没有的，我有时间逛街。你是不是也闲很久了？对，然后逛街的时候看到了，然后哎，这个东西特别好。如果闲着在家里默默的拿这个按头皮，却没有古装戏可以演，应该会一边按一边落泪吧？就是明明我头皮现在松到不行，可是我为什么还要按它？头皮好灵活哦，血液通畅。这个算是很幼稚的东西耶，很可爱，可是干嘛嘞？对啊，就是你把那个棒棒糖打开之后嘛，吃不了的话，你放在这个桌子上会脏。就是吃不完的棒棒糖的对放的地方。对对对，
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利落的名词？你帮我想一个。棒棒糖收藏器是不是？对。哦，棒棒糖半途收藏器，因为已经开始了。对。而且它比较可爱，就是你吃一口，它会吃一口的感觉。还有一个棒棒糖，你到底是多闲呐？所以在我们刚才的那个初老的症状当中，喜欢儿童化的东西是一个，是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其实还好，一直都有这个。你是京剧界训练出来的啊？对。所以你是经历了像《霸王别姬》里面那种很辛苦的训练吗？类似吧，类似。有被打吗？被打是肯定是有的。然后就是科班出身嘛，要把腿抬到贴到耳朵旁边这种吗？啊，对。现在不行了，2个腿都受伤了，都把筋拉坏了。所以现在如果要武打怎么办？武打还是可以做，只是说腿的灵活度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以前可以在这儿嘛，现在的话腿可能只能踢到这儿了。到那儿也蛮高的啊。你现在到那儿会受伤吗？到那儿？就搬腿嘛，搬腿是搬不上来了，就踢一下可以。让我们见识一下吗？帅一点呢。突然间要踢腿，那好久没有踢过腿了。啊，这已经很厉害了。哇！哇，很高哎！踢到这里，可以。真的不行了。哇，这样从小被训练，老师怎么可能不会一直夸你说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啊？没有哎，老师其实都很严格，而且我的条件作为唱京剧来讲并不好，因为腿比较长，就是要稍微均衡、匀称、五五身。对，我确实没有看过个儿很高的武生。对你也是五五身。可是我不是角啊，我只是五五身而已。但是那些大角都非常有气场，虽然个子不高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玩具啊，好像不太能归为初老，而是弥补一个被折磨的童年吧。可是我觉得我会买3个，就是有点初老的感觉。是送2个。买一个送2个，那你就知道这玩意儿销路不太好啊。这叶晨刚房间里还有一个加味片是什么东西？那个是我学表演的时候，老师推荐我，就是说，做演员嘛要保养自己，然后就推荐我这个同仁堂的这个加味逍遥丸，它是养肝的，对。然后我们澳洲的那个护肝片也吃过，但是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我，就是我们国人的那种体质的感觉。然后吃了这个就觉得哇，那你吃了之后有什么反应吗？充满着精气神，就觉得我要去演戏，就是那个每一场戏都演得非常到位。因为那个就是你的眼神又没有光，就说明你肝好不好。所以你目前还处于就是精气神很好的状态吗？对，还蛮舒服的，觉得。所以你开始补肝之后，在拍摄的时候，导演会说：“哇，你的眼睛真的好亮哦。”没有，主要就是超人才会这样吧，炯炯有神。因为拍戏的时候总会熬夜嘛，稍微补一补，对。啊，喝茶这件事有点难判断。另外2位喝茶吗？喝一点会。是到了考究茶的味道的喝法吗？没有那么懂，但是我觉得茶利尿。水也很利尿，好不好？你讲的什么话？而且解渴。对啊，而且有茶很多功效嘛，因为身体很多积压的毒素啊什么的。居家毒，林汉怎么也是一个养生派啊？对，熬夜，然后又是高负荷、高运动量的去工作啊什么的，还是要多喝水，哎，可是拍古装戏的时候上厕所怎么办？那把衣服全解掉，全解掉吗？只能全解掉，要不然你大长袍很长的，还有盔甲，你勒不上来。对啊，所以那种衣服穿上就得要长时间不要上厕所才行。其实是早晨就要解决掉，是吧？对。哎，金汉，我跟你讲，我们拿到的3位来宾的资料当中，你被拍到的几率最高。哎。但是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在乎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是平时生活很大大咧咧的，但是我觉得保持善良、保持纯真、保持自我就 OK。你说你不在乎有没有被拍到啊？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可是他自己猛放自己的照片，哎，你这个不是很炫耀吗？等一下，这是电梯吗？对，电梯里，这个时候就是在那个哪儿，我们这个是咱们酒店，对，我们那个酒店，然后我正好健完身。我让你帮我拍一张嘛，我好久也没发那个。这谁帮你拍的？这个是助理帮拍的。
我觉得这摆的 pose 很好啊，而且他根本就是非常 care 别人的关注，不然他怎么可能会 po 这种照片？可是这本来就很值得拍嘛，不然练成这样要干嘛？他就是精心设计过啊。其实我是拍了很多张在筛，有这样的，我觉得还是雕儿的好看。请问你在家里面也会这样照镜子？不会，我很少照镜子和自拍，其实就偶然就是灵感，哎，因为我毕竟演员嘛，还是有表现欲的吧，我觉得是吧 ？OK， 好，我觉得叶晨的房间非常的坦率，就是连床都乱乱的给我们拍，也没有特别把床铺好。我们刚才去看到他拍戏的时候所住的地方之后，叶晨他的温度计上的温度会不会上升？上升多少度呢？请看。上到80度。对，其实他没有隐藏什么东西，就都让我们。你看他的孩子气的少女心的一面也有。对，然后补肝补肾的也都有。然后他把剧本摊在桌上，是认真的吗？还是在故意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演员？因为也是寒冬期刚过，好不容易接个戏，还不好好努力。我跟你讲啊，金瀚号称他在接到剧本的时候，开拍前2个月，他就会把剧本上的台词全部都背下来。哇，差不多。你们会这样吗？厉害。其他2位？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储存容量。是这样的，就差不多。你首先背起来是脑海里有个印象，哪场是什么，哪场是什么，然后所以你拿到剧本后，好接你就猛读是吗？对，猛读，然后大段台词先背，对话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进入角色的对话，2个人互相大段的独白比较困难，大段独白很难背，要叫前背。所以你会连跟你对戏的对手的台词也顺便背吗？当然一定会背啊，因为你不知道对手说什么。这是演员一定要做的事，是不是？对啊。你不是演过戏吗，同学？你演过我的戏，你没背台词啊？我有背，可是我不会刻意去背对手的台词，但是我大概会知道他的 ending 落在哪啊。对。所以你在背的时候，你心里面想的事情是，到了现场，每个其他的演员也都会背得这么熟悉吗？其实有一些演员是很聪明的，他们会在现场速记。对，有一些演员是拿到剧本之后，然后迅速浏览，直接就出来了，因为他们进入角色很快，是很优秀的演员，我觉得这样。所以你从来没有发生过跟别人对戏的时候，结果中间就落了台词的？很少，因为你都会在听对方说什么，如果你说的不对，是接不上的呀。对手落台词，你会不会瞧不起他？怎么会呢？不会，一定不会。演员之间没有互相看不起，因为我觉得文戏永远分不出高低，只有武才能分出高低。你说打得好，打不好？对，打戏。所以刚才你看叶晨踢那一腿，你有觉得厉害吗？很厉害，武生啊。你踢得出来吗？可以，我差不太多，我感觉。你踢完也会惨叫一声吗？我会忍到下台。还是你要徐熙娣跟你跳3个舞姿动作？跳舞啊？他现在就教你。就是最基本的好了。很简单啊。就比如说，你就把我转出去，然后拉住我，然后再把我拉回去，然后这样，然后我就一个下身。可以。但是你可不可以下盘稳一点？不是，你这个可以。可以啊。我们开始，1、2、3，来。Bravo！他稳吗？超稳吗？你跟他跳舞开心吗？还不错。害羞。这是你第一次跳国标舞吗？第一次。对，我一般跳韩舞啊 ，breaking 这些比较多，我觉得。OK，就刚刚在转他，什么对你来讲完全没有感觉到要花力气的是吗？我觉得还差一点点小默契，是我的问题，就是转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丝丝的小别扭，但是后面是 OK 的，我觉得。小 S 老师呢？你觉得呢？我觉得 OK 啊，非常 OK。那是我的问题。怎么样？要固定开始练舞课吗？我肯定要补课。好，我们刚才看了叶晨的家，我们现在要去看另外一个人的家。
现在来到的是新鹏同学北京的住所。啊，这是新鹏的啊。但不得不称赞家里有条理的摆放，让人不禁怀疑这个房间的主人是不是有一点洁癖。而玄关唯一要被检讨的，应该就是门无法全开。难道新鹏你不会觉得别扭吗？厨房不意外的也是非常的整洁，而且检查到这儿，我心中不免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新鹏，你该不会有强迫症吧？看这列队在地上的矿泉水，挨着墙面摆放的行李箱，再看看这餐桌椅、遥控器、书籍，也是摆放的整整齐齐，就连一般人都不会刻意整理的杂物区也都没有放过，非常有规律啊。再来看看这些购物袋，原来强迫症也是会挑物品的，这些难道不是老阿姨的标配吗？这个屋子在哪里啊？哎呀，这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男孩的洗漱柜、吸油纸、对美容仪、说明兜。哎，喂，新鹏，你是不是有一点点精致过头了呀？精致。再看看这些满满的护肤品，就连女孩子也会羡慕。但是这几瓶粉底液好像过期了，这一瓶甚至变成了水絮状，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显然已经过期了，这还能用吗？你可别把脸弄坏了呀！在客厅里面，我们又有惊人的发现，这粉色礼盒，再加上房内的气息不搭的2盆蝴蝶兰，是不是印证了年龄越大越喜欢粉色的东西呢？再来就是这个，这不是工地用的安全帽吗？加上家里忽明忽暗的灯光，就让我想说，新鹏，您真的过得还好吗？想不到新鹏还蛮用功的嘛。这不是鹤唳华庭的剧本吗？里面满是认真的笔记。鹤唳华庭的剧本，但这单独写的粪坑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话说鹤唳华庭已经拍完了，怎么还在看剧本？难道是最近没有接到新工作吗？鹤唳华庭的剧本。为什么还放在桌上？没有，就思念一下之前工作时候的样子。没有。弟弟，我们来自己猜一下吧，就是在演过的戏的剧本上面写"粪坑"2个字是什么意思啊？粪坑，觉得这一段很差吗？对，这段戏很差是吧？没有，那个是因为鹤唳华庭的剧本，它的文学性非常强。就经常要查字典，真的是好，发现自己原来是个文盲。然后我刚刚想起那个，好像是还跟李一桐的戏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落音坠混吧，还是什么，就是那就是一个古词，就是说有的落在席子上，有的落在粪坑里啊。那个混的解释是粪坑。请问你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我是五皇子然后我跟金瀚我们俩是同父同母，但我是小的五皇子，然后我可能就比较天真浪漫，然后我喜欢写画呀、书画，然后每天就是各种小姐姐围绕着我。所以就是你没有想要夺取王位或什么的。对。然后金瀚想要夺取王位。对。哦。对，有一些剧照。这是金瀚。对，这是我的骑马的照片。所以。齐王，你知道你们两个的眉毛差好多，在戏里面，你看你就金瀚就很粗嘛，对不对？对，粗。然后你看新鹏的眉毛修到，感觉很淡。你是不是你在家里是不是也自己修眉毛？我还好，我就有时候会长一些杂毛，简单的剃一下啊。对。你家有修眉刀？对，有。你们两个有修眉刀吗？我没有。没有。对，我和大成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大直男，就不太会打扮和收拾，对，过得还蛮糙的。那这个照片中的是叶晨吗？这是我，对。所以你的角色是什么？我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他的发小是我们三皇子太子的发小。对，三太子是王厨吗？对。听说这个戏拍了7个月啊？对，拍了很久，7个月，这么久。是天热的时候拍还是天冷的时候拍？从天热拍到了天冷，不是从天冷拍到了天热。哪一个比较痛苦？天热还是天冷？因为我去了敦煌嘛，
敦煌那边对你比较苦，是你还去了敦煌。对对对，那边正好是到那个特别冷的季节了。晚上拍夜戏的时候还下雪，对。哇，所以一定会换取很好的成绩，而且吸一波新朋应该就会应接不暇，就是很多人会找你拍戏吧？是因为刚好是还有几部作品都还在待播的状态，所以就很。你们有没有很期待它播出来得到的回响很大？我觉得回响有当然好，然后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好好继续去拍就好了啊。他们3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说，他们拍完了《鹤唳华亭》之后，到现在已经空着11个月，没有接到任何邀请了。这个不奇怪，现在好多演员都没活儿。请问是哪一位啊？是我。为什么？突然有一天，我经纪人很郑重的跟我说新鹏，寒冬来了。我说寒冬来了。我说对，我说这是那个剧情吗？然后我说怎么可能啊？我说我刚刚拍完了戏，刚刚杀青，然后之前的电影也有一些不错收获，然后什么什么这些，相信了之后，就中间有一段时间开始烦躁。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真的是，哇，2、3点钟我就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我说我为什么没有在工作？然后我就在家里大叫，然后就看着窗外。然后这段时间就很煎熬的过去了。所以另外2个人没有经历这件事情。其实也有，当然有。我倒不至于到这么久，可能我是最多半年吧，大半年时间。然后哇，半年也挺久的。也蛮长时间。然后整个人也是经历那个过程，然后中间甚至有想过，就说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再做这行。然后你就会回去琢磨，哎呦，怎么会没用我呢？那是什么原因呢？然后可能有些项目都谈到了，最后都快要走合同了，结果最后没有是你，之后你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情况。但是也有像就是西蒙说的嘛，经历过这个之后，心态平稳下来之后，其实像我是找到老师，然后就去做了学习，然后去调整自己。学什么？比方说台词也好，表演也好，然后或者说学一些太极打坐，对，让你冷静下来。对，因为比较躁，就是心态比较浮躁。但你中间有想过去干什么其他的？我想过。我中间一度因为没事做，我就想说要做点什么，然后就每天在家有时候会叫一些外卖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外卖小哥不错啊，然后我就下载了那个，我下载那个骑手那个什么，我就特想去体验。结果卡在了这个，好像还有什么卫生证啊，然后骑车的好像还什么，就有一些证照你没有，是不是？对，登记，所以我就堵住了我这个骑手小哥的这条道路。可是你要想，他们3个人演出《鹤唳华亭》的时候，也就挤掉另外3000个怀抱着希望的其他演员。我也面试了《鹤唳华亭》。你去面试啊？你跟他们型完全不同哎。真的假的？你面试什么角色？我忘记了。对，《鹤唳华亭》没有选上你。没有，就看了我的照片就差。因为你的脸不适合古装啊。我脸特别适合古装。哇哦！我就觉得你适合演精灵啊、妖怪啊。我超级想演，是我最想演的角色，排名第1，可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下次我们节目把你打扮成妖怪好了。可以，我真的特别想，特别头上有角的那种，很适合你。对，我一定努力为你做到。好，谢谢康永哥。可是金瀚，你应该是不会太有空档的人吧？我是工作狂，因为我不知道我除了拍戏，我闲下来会干什么了。我现在我觉得已经成为一种肢体习惯了。但是为了生活，我会去接一些网络大电影啊，或者是这种戏的题材。我觉得这是一种锻炼，对，而不是别人口中的烂剧啊。就像你拍了这么多烂剧，但我也为了生活，我不能没有饭吃。所以你演过剧情最离奇，或者是这个角色比较那真的是超多哎。讲一个听听看。我最早是拍那个普法栏目剧，就是演一个备受欺负的一个瘸子。就是谁都看不起我的那种。我拍的每一部戏都是跟我的人物不重叠的，但是都是我金瀚的分身，所以我觉得每一次都是一种历练，就是在不停的进步，到被所有人肯定这东西在里面。对，就是大家把心态稳下来。那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会经历这些所谓的低谷、所谓的煎熬，把这个心态稳下来之后，我们去选择另一种方式去
充电。就是对，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态啊，不要去喝酒啊，光去喝酒什么的，就是朋友聚会啊什么的，我觉得挺不切实际的。那些事情，我觉得30、40岁以后都可以干，为什么要在年轻的时候干这种事情？喝点茶叶。为什么？还好我可以干，还好我可以干。你也没有光喝酒，你还是有做些别的，我知道。我觉得现在去健身，对不对？健康一点是不是？对啊，去健身，塑形。今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说你即使是演了《鹤唳华亭》这样的大戏，你接下来也不用再挑说我只能够演某一个层次的戏，你就还是可以把自己放回原点去尝试不一样的戏。就算预算很有限，可是那个角色是你没有演过的，可能就会带给你一些学习的机会。好，所以我希望他们讲的话呢，对各位稍微有点安慰。可是即使讲了这种话，他们刚才言语中也泄露了一点点他们初老的症状，比方说开始做一些养心养生的活动，像是打坐或者是瑜伽这类的。健身啊。那蝴蝶兰是你自己选择的吗？蝴蝶兰是我听朋友说，招财富贵啊，什么这些，招财运。对这些。因为是蝴蝶兰都可以拦住了。哦，这样。客厅应该放牡丹。对，修眉刀都可以戏给修没了。哇，好厉害！所以你回去啊，真的修没了。对，修没了，然后拦住了。哇，你那么懂这些大道理，怎么演艺事业还在？我只是懂谐音梗而已。然后有一个被抱怨的事情是那个购物袋堆在那边。对，我就真的不知道那个要怎么办。每次买任何东西回来就放在那儿，然后就觉得袋子挺好的，就也很浪费，然后扔掉。然后你要用的话，就完全不知道这些袋子该干嘛。你其实就应该买一个购物袋，以后就带那个购物袋出去买东西，就不会有那么多纸袋出现了。对。所以你们都扔掉吗？那些袋子？他家有，他家特别多。不会，我之前去过带来了我们自己的收集癖，就是有的时候外卖的筷子用不完，他会给好几双，然后又舍不得扔掉，我就会攒。对这个是2个月攒这么多，包括曾经被 S 姐推上热搜的粥店。对，都在里面。你就应该跟他们讲说，不要副筷子，用家里自己的筷子。我知道在那个所有软件上面会有那种可以选择环保套餐那一种，然后你就可以不去使用这种东西，或者说你去超市的时候，你可以背上自己的小书包或者贴上小布袋，其实就可以减少塑料用品的这种产生。对。那有一个安全帽是什么意思？哦，那个安全帽是我之前拍的电影，就是我第一部主演的一部电影的一个故事。我之前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导演就特别狠心，把我直接丢到了钢铁厂上班。我在钢铁厂上了1个月的班。所以你真的去工作了？对，真的。所以你如果没戏拍的话，你可以去这边工作啊。再就业。再就业。后来拍电影的时候，这些经验用得上吗？真的用得上，就是其实，在电影里体现出钢铁厂的镜头不多，其实它只它的故事性。然后但是我觉得出来之后，我走路的感觉都不一样。我觉得我走起路来，加一点情绪和剧本，就像是一个嫌疑犯。对，一定会有帮助的，我觉得。好，在我们的伏尔加花花柜里面有东西在等我们喽。好，让我们一起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购物袋拿来，然后旁边那些保养品拿来看一下。收集购物袋的习惯是爷爷奶奶辈儿的留下来的习惯。那我也有啊。你们都留吧？我都会留，就是留很多，然后放在床底下就遗忘了。所以我出去如果买东西的话，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直接装在我包包里。对，鞋子、蔬菜、水果什么的就往里面塞。就是茄子煮高跟鞋之类的。所以这些都是过期的吗？对，应该是过期了。为什么不丢？偶尔会涂一涂，然后有时候就忘了。你是一个自己会化妆的人？有了解过一点点，因为我之前在韩国待过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很精致，然后当时在那会有学，比如说每天出门先擦。你在韩国的时候是在当练习生吗？之前毕业之后，然后去说做一些培训，简单的，并不是练习生。准备要出道当偶像团体吗？
就是想附加一下演员的更多技能吧。除了演戏之外，然后想说要有一些，比如说，假如唱歌跳舞，你可以去丰富自己，这样啊，对。你会在家突然想要化一个全妆吗？不会，还不至于吗？不至于。什么叫还不至于？就是这样做的人是怎么样了呢？就是太无聊，然后他就是怕过期，他就拿出来用一下，不行吗？然后一直读很久以前的剧本。S， 你觉得星辰出门都化妆吗？我觉得你好像不是一定要化妆的人哎。对，因为你肤质是不是还蛮好的？特别好。然后眉毛也都存在。对，超级多。Cool。所以你看《鹤唳华亭》播出的时候，你去应征过却没有试上那个戏，你会生气吗？我不会生气，我觉得他们选角非常正确。就见到了本人之后，我好会说话吧？哇，我们替《鹤唳华亭》剧组感谢您。他们演的是皇子哎，你去应征。我也演过皇子，我12月也要去演一个皇子。你也要演皇子？是的。是的。哦，你是要演房子吧？嗯。皇子，真的？哪一国的？好像也是一不存在的国家。好，那到时候我们就没有荣幸再请到你啦。哦，不用，我合同都签了，签到明年底了。那你演皇子的时候，你要赶回来？对啊，不用这么麻烦吧？花花万物是我的生命。好，刚才我们看了新鹏的住处之后呢，被我们的旁白先生就是消遣了一下，什么太整齐啦，然后购物袋不算老阿姨的习惯吧，就是一个也是算珍惜物质的人才会这样做啊。我们看看它的温度计上的温度会升到几度。哦，哇，80度。然后等他把修眉刀处理掉之后，可能那个这个戏这么大，一上映之后，一定很多人就会一直来邀请他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金瀚的家。终于来到了金瀚上海驻组的酒店，放眼望去，大部分全是酒店的陈设，私人物品还真的很少呢。一进门，第一间就是金瀚的衣橱，90%都是有质感的黑色衣服，而角落里还藏有一项长得很奇怪的假发。既然是戴脏辫的棒球帽，这样一时新潮的物品却沦为闲置物，难道金瀚的极简风是不断的买，还有扔吗？这个是现在流行的东西吗？不是，就搞怪的，我也有一点。再往客厅看看。卡通抱枕作为家里唯一的装饰品，看来独受金瀚宠爱。桌上有一台无人机，看来金瀚不仅是个健身党，还是个十足的装备党。手柄上还有很多使用过的痕迹哦，而且从这2张照片不难看出，金瀚对拍摄也是有浓浓的兴趣哦。无人机旁边的空壳加上新鬼牙、新关东，这难道是吉他的周边配件吗？多次出镜的吉他就是它喽。哦。我是真的错了。等，这歌词我是不听到什么小秘密吗？让我们再往里面走。宽敞的浴室里面只有一双手都数得出来的物品。好了，应该是浴室太大了吧？等，这里还有一只被抛弃在角落的洗面奶，表面包装都已经被刮破了。金瀚，你倒是说看看啊。走出洗手间，来看看床头柜吧。演员读剧本必备荧光笔，做笔记的铅笔。看来金瀚的习惯是躺在床上读剧本呢。这也太有画面感了吧！再来看看窗边的角落，沙发已经变成第2个衣橱。再来看看小茶几，云上飘是什么东西啊？还有这一圈圈的线，入水即隐身，还是这就是你腹肌的秘密？什么东西 ？OMG 啊！我是不是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呢？谢谢收看3分钟看完金瀚家，
极简风，节目组认真了啊！哈哈哈哈，极简风，入水即化，那些是什么？那都是渔具啊。因为我平时如果在很长时间的大组里头，我都会没事干去养生、钓鱼。然后就是没事干的时候，我们那酒店下面有一个小沟，他经常会去钓，我们也会去经常钓。他们两个也知道的。所以你是一个如果钓鱼有2小时都没有动静，你也熬得住的人吗？哦，可以熬得住。应该会忍不住在旁边做伏地挺身什么之类的吧？不会，我会，因为它鱼口会很小，怕一下去你要注意观察它，你不观察它，它就丢失这个机会了，所以你就要一直绷着看的。所以你背剧本的时候，也是一个别人不可以打扰你，要很安静的。一定是这样，所以是在一般把所有的工作谈完之后，我躺在床上开始拿剧本，然后看完去想，然后我觉得是最安静的一刻才是。就是最平静的一刻，才会想更多的东西出来。我们的伏尔加花花柜有东西在等我们了。好，让我们一起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辫子帮我看一下。然后那个飞行摄影机嘛，还蛮酷的，这个真的。不止一顶。你们都玩这个吗？这个会很流灰啊，而且你是不是觉得戴起来很丢脸？是不是？对，都很羞耻。很羞耻。你有玩这个吗？对，无人机。通常是什么状况会拿出来拍？因为我不是青海人嘛，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还是很美的，会拍一些草原，那些奔腾的马，或者是一些鹿啊，或者一些羊啊这些东西。对，那个很好看，很美。所以你也很热爱摄影。对，我感觉他的无人机是用来拍自己肌肉吧。转拍，360度环绕自己。拍肌肉不能用无人机拍，无人机永远是拉大景好看。真的有拍过？对啊，认真演。对，你不管拍青海的什么动物，你都从自己的肌肉拉出来。因为我很喜欢摄影，所以会懂的嘛。羞羞啊，理解，这很酷的，这真的很酷。S， 你猜鹤唳华亭杀青之后，这3个人有互相约见面吗？觉得可能没有哎，连微信都没加吗？不可能，同剧一定会加微信。微信应该有加，可是加了以后不约是什么意思啊？是懒得出门啊，而且他们都在想说，哎，怎么都没工作啊？而且万一约了对方，结果对方有戏接，自己却闲着的话，显得自己很不忙，对不对？对。所以你们杀青之后，3个人有约出去吗？没有，有发过消息。但是就没去。发什么消息？就是啊，有隔空喝过酒啊？为什么不当面一起喝呢？因为没在一个城市里面。所以不约出来的原因是什么？一是大家都在忙别的东西，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也不知道对方在忙还是不忙。天哪，演员的生活真的是这样啊！所以真的拍完一部戏，不会变成很好的朋友吗？在组里的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要没戏的时候，他们都会干各自的事情。比如说弹吉他，我打篮球啊，他去海边溜达溜达呀，就这样。对。而且你知道，主动约对方还有一个很害怕被拒绝，就是说金瀚是真的在拍戏，可是他回我说啊，当天没有空，我下次就不好意思再约他了，因为我会认为好像在打扰他一样。没有，我是主动会约人的一个人。对，他主动约我去探班，约你去探班？对，我也约他来探班。对，那你们把新棚放在哪里？没关系，没关系，我是我的错，我下次应该主动去探班。对，新棚就是这11个月一直在家里面等别人来约自己，都没有人来约。对，在家一直等。所以其实金瀚会是比较主动的人。对，我是比较爱处朋友的人。对，所以你约了叶晨，就他没有回应，你也不在意？啊，不会，我一定会回应。他会回我，会回我。所以你通常都是约他们去干嘛？我会约他打球、打游戏、打游戏。那真的还蛮把他当朋友的。对。所以为什么不约新棚啊？因为其实，在组里的时候，我们俩联系其实是蛮少的。我们的戏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哦，你们俩是同一线的，是不是？对，他是什么样？第一次见我面就对我
掏心掏肺，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他。你说郑业成第一次见你就掏心掏肺？对，他来我房间，把我灌醉了吗？你刚刚不是说年轻人不要喝酒吗？不是，我们拍完戏结束了之后，这才是不约我的原因。就是我说拍完戏的那个，比如说下戏的过程中，我说很少喝酒。所以你自己不喝，然后你就一直猛灌他。我喝一点点，然后他喝了，吐了。金瀚，我跟你说，金瀚，我跟你说，你是我的好兄弟。是这样。然后他有一边哭一边聊他的人生什么不顺遂之类的吗？啊，没有。其实我觉得他既然掏心掏肺了，那作为朋友，那肯定是要帮他保守各种的秘密。人相互的，他也在。你有他各种的秘密啊？对，他跟你讲了很多秘密吗？没有，就是比如说苦恼啊这些东西。他有跟你讲说他女朋友的事吗？啊，你有女朋友啊？没有。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有吗？哎，好尴尬这个问题。这样哪算掏心掏肺啊？就是会拉着说，哎呀，我们现在活了这么长，26岁了。经历过什么事儿？被人冷过眼的时候是什么事儿？ 26岁竟然被你们形容为活得那么长，他活了1/4个世纪了，再活3次，他1个世纪就过了。没有，就到现阶段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坎坷和经历。我知道叶晨为什么懒得理他了。你曾经喝醉然后掏心掏肺过人，你就不想再见到这个人，太尴尬了。S 喜欢他刚刚弹吉他唱歌的样子吗？挺帅的。他唱的内容是女朋友对不住了。我认怂了。这首歌呢是那天正好我朋友过来探班，然后我们小酌一杯，说哎，我们写首歌吧。然后就随便想的就是男生给女生认错时候的状态，就是这样。所以有时你想要往音乐上多发挥一些吗？其实我就当做一个兴趣爱好，我主业还是当演员。所以你很会跟女生道歉吗？我没犯啥错呀，我为什么要道歉啊？就是谈恋爱的时候难免也很少，因为我觉得没有。所以是完美情人哦。就还好了吧，我觉得就是正常的那种。你觉得他谈过恋爱有超过20个？至少有10个吧。至少10个。不用看我反应的，这个20个，我不会说的。你只要回答10个还是20个？没超过，没超过20个，没超过。OK，那也蛮厉害的。哇，19哎。对啊，厉害。我感觉我被挖坑了，然后我跳进去的感觉。好啦，分手，你很会分手吗？我不会。就是说你能够让对方不恨你的分手吗？怎么说呢？其实我在感情里不会去提分手，我觉得都会很稳定。你宁愿被甩，也不要去甩女生。我不会伤害别人，我觉得这样让别人很痛苦，宁愿自己痛苦，是这样。可是如果真的已经渐渐不爱他了，你也不敢讲出来吗？我觉得既然选择在一起，那会越来越爱。误会。不好意思，刚才那会不会太真实啊？S， 我含蓄的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姐妹淘们在聚会的时候，你说我今天邀一个人来加入我们的聚会，这3个人你带谁去，你的姐妹们会最欢呼？我觉得应该是金瀚吧。不是叶晨？叶晨就是感觉就是会姐妹淘聊说，哎，你都怎么化妆什么的。可是金瀚会让我们觉得说，大家要是稍微盯一下，然后他跟哪一个姐妹讲的话比较多，你就会觉得说，是喜欢他吗？这类的。所以他是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是？他男性荷尔蒙比较强。你就没有？我知道，我只能跟你们研究姐妹淘之间的事情。对，金瀚你坏过吗？你是说生活面的吗？对。小时候会叛逆吧，大了就多叛逆，比较正能量了。我觉得小的时候叛逆，就是在学校会跟同学吵架打架那类的。对，会打打闹闹吧，也不是说很严重的那种。对，会有小摩擦啊这种。你算是班上的老大型的那一人吗？还真不是，我属于智囊团。什么梗？
这为什么？真的，你看起来应该是就是直接一夫当关，为什么还要智囊？但是我觉得在背后出谋划策才是最好的吧。你出什么谋？就别人会来说，哎，这件事情怎么办啊？你看这个隔壁班的女孩好漂亮啊，这怎么办？我说这个啊就好办了。隔壁班女孩很漂亮怎么办？什么意思？关你什么事啊？而且他还说这就好办了，请问怎么办？这个就是，短信轰炸呀。那你要先取得对方的号码呀。谁要去负责要电话？所以接下来就是要分配任务的时候了。石头剪刀布，你常常被分配到要去要号码吗？如果猜到我的话，我绝对会推掉，因为我很不好意思说话。其实，所以你是一个不敢追女生的人哦。其实，小时候我会面对女孩子会结巴，就一见面，我走了，拜拜。可是长大以后，根据你的江湖名声，你很会找女生讲话。他江湖名声是怎么样啊？我先看他自己要怎么回答我，然后我再告诉你真相。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就是会保持一些距离。听不懂。金汉，你的江湖名声是你很懂得如何去跟人家开口讲话。我觉得我的是这样，不是开口讲话，是我很懂女生吧？我觉得。很懂女生，所以就是说，如果那个女生你有一点喜欢的话，你很可以就在一两句话中就让她也注意到你，是不是？对，我会知道，她心里辐射出来的问题，就是嘴上不说，心里在想什么这种。你试我看看，你试我看看。你在想，那你先要跟我说话啊？不是，应该你要主动跟我说话啊。我想想怎么捋啊，这个。你好，我是金汉。你好，我是小 S。初次见面。初次见面。然后很喜欢看你的节目。谢谢。我猜不透哎，真的，我真的猜不透。你光是用猜不透这句话就是在撩啦。对啊，你猜不透，你猜不透我什么？我猜不透你心里在想什么。我没想什么。有需要一直握住手聊这个吗？可以放开吗？好，学弟，我跟你讲，看着女生的眼睛说我猜不透你，是一个很好用的招数。你怎么那么神秘啊？对，女生最爱这一套，你根本一点都不神秘，你怎么神秘？哇，好神秘哦！OK， 可是你也知道，其实跟长相有关，所以他那个长相就是看着女生就会觉得很想跟他多沟通一点。所以金汉应该常常会碰到主动示好的人吧？会有，但是就是平常心对待，就是都是朋友嘛。同剧组的人可以恋爱吗？因为感情的发生不是在一个时段，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你有跟女演员在一起过吗？出道之前肯定是没有，出道之后吧就不说了。看完了他的房间之后，看看金汉的温度计上的温度。哇哦！哇哦，85。确实能够从他身上感觉到生活的温度，就有在享受生活的感觉。我们希望每一个艺人，他们带给大家的除了欢乐，还有能量之外，能够让大家储备更多的能力，面对各式各样的生活的考验。至于我们所说的开始有初老的现象这件事情的10大症状，我们研究下来发现，分别有少女心的呢，我们判给叶晨哈，因为你真的很少女，很多填充娃娃。在那边烦恼小细纹的呢，新鹏当然有，他保养品非常多，很怕别人给自己过生日，这个有吗？我们在荷里活町时候拍的时候，我刚好赶上我生日，因为那天全是重场戏，然后很多前辈都在。结果拍完之后，然后就看那个现场制片推出一个小蛋糕来，然后那些老前辈也一起帮你唱生日快乐吗？其实更惊喜的是，因为罗晋哥也在，他就推出一个更大的出来。然后我当时就是你知道，心里又开心，然后又，我说别耽误大家拍戏，我赶快。然后导演来切了一下，然后大家吃，我说赶快大家拍戏，我溜了就特别怕这种会觉得有一点耽误到别人啊。对，20几岁演员在这些大前辈前面过生日有点尴尬，有点尴尬哦，应该避免。好，搜集各式各样的购物袋，目前是新鹏。然后呢，对身体越来越关注，开始研究养生是叶晨。衣服喜欢简单舒适的款式，而不是夸张的造型。我觉得3位都有。
而且都喜欢偏黑色哈。热衷于回忆，开始念旧。新鹏，因为他在读过去的剧本，做一些陶冶情操的运动。金汉除了金汉之外，刚才谁说去学太极的啊？叶晨也有，也有间接性失忆，这是全人类的事。面对感情不能够再100%的投入了，这是初老吗？是吧？这是应该是感情伤害之后的一个后遗症吧？越来越害怕是吗？不能对一些人打开心扉了，再那么彻底的去打开了而已。就是受伤越来越多之后，就没有办法全身全心的投入了，所以不太难算是初老。越老会越害怕这些事情吧？我认为是生活的挫折带来老的感觉。如果你坐困愁城的话，我唯一能够给的建议就是改变。你如果不做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请你不要觉得把改变想成一个巨大恐怖的东西，而把它想成一个很细微的，像打一个喷嚏之后，慢慢一切就可以开始，然后就可以摆脱这种初老的感觉，享受你真正其实很青春的生命。好，我现在马上去办离婚哦。不要这样子，要为孩子着想。接下来星辰会把伏尔加修复车带进我们的舞台。这些东西当中呢，有一些会由他们的选择之后，让我们用在慈善公益上面。另外，伏尔加修复实验室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物品相关的修复小技能，让大家可以修复更多的物品，变得更有温度。好，3位来宾，我们到修复车旁边来，请3位呢，用手指一下，告诉我们你们愿意让他们去担任慈善公益的项目是哪一些？新鹏，你先吧。我觉得只要把帽子给我留着就好。哦，这顶帽子有纪念意义。那么叶晨呢？我觉得都可以。这些娃娃都可以吗？对，因为这些娃娃其实我就满足一下我那个反正你还可以再夹嘛，再夹就有了。对，然后其实也是想把这些娃娃送给这些有需要的小朋友，很好。我觉得除了无人机都可以，因为我还要用作去一些作业啊，包括一些拍摄什么的。它其他东西也没什么，就是这个。是，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就是很被嫌弃啊，这个。好的，所以叶晨跟新鹏、秦汉，请写一个卡片。同时呢，就是请大家关注《鹤唳华亭》正在优酷热播当中，希望这个戏能够带给大家很大的满足。新鹏的是，天哪，我这什么姿势啊？你们看到我多丢脸？而且这字很大，你为什么有需要拿很远？因为我真的眼睛不好。让我们热爱生活，勇敢。你害到我了啦！我刚刚那一段多很丢脸呢。你可不可以有点警觉？以后不要这样子。我现在再让你做一次，你从叶晨手上拿卡片过来。土，天天开心，一切顺利，笑脸。这个是写给这些东西的哈。我没有猜错吧？你写给他干嘛？你写给这个帽子干嘛？不是，那写给什么呢？从事慈善公益的人。我看你写了什么？那对的，是对的，是对的。好好珍惜，谢谢收留，没错啊。哦，正确。对。好，所以我们有这3位明星的卡片，然后我们当然希望大家踊跃的，一方面是你喜欢的明星的物品，以及可以从事慈善跟公益。本期节目中所有艺人物品相关收入将在公示后捐赠给光明优酷乡村艺术教室公益项目，为选定的贫困乡村地区捐建乡村艺术教室。非常恭喜你们的新戏上演了，新戏成功，谢谢。好，我们下一次花花万物再见哦，拜拜，拜拜，下期再见。